近年来，影视行业中有不少作品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无法与观众见面，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古装探案剧《簪中录》。这部剧从2019年开机到如今多年过去，经历了主演变动、技术修复、大规模补拍等一系列波折，甚至一度成为业内讨论的焦点。很多观众曾期待这部剧能够成为古装剧市场中的又一部爆款，毕竟它拥有热门 IP、强大的演员阵容以及不低的制作投入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簪中录的命运似乎越来越复杂。有人认为它只是遇到了特殊情况，也有人认为即使投入再多成本，也很难弥补6年时间带来的市场变化。那么，簪中录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投入巨大，演员努力补拍，却依旧面临播出困难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分析这部剧背后的故事。簪中录最初被业内看好，是因为它具备一部大制作古装剧需要的多个条件。该剧改编自热门小说，拥有成熟的故事基础，类型融合了古装、探案、权谋以及情感元素。在2019年前后，这类题材正处于市场热潮阶段，观众对于女性探案加朝堂谜案加爱情线的组合非常感兴趣。当时，该剧投资规模被认为达到 S 级水平，制作周期也较长。从服装设计到场景搭建，再到演员阵容，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。杨紫饰演女主黄紫霞，这个角色本身具有很强的成长线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等待救援型女主，而是一名通过智慧破解案件、寻找真相的女性角色。而男主李书白则需要拥有冷静、克制、深沉的气质。两位角色之间不仅有感情发展，也有大量关于信任、推理和命运选择的剧情。可以说，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，簪中录具备成为爆款的潜力。然而，影视行业变化非常快，一部作品如果无法及时上线，等待它的可能不仅是观众期待，还有市场环境的改变。簪中录最大的变化是男主相关内容需要重新处理。由于原主演事件影响，剧集无法按照原计划播出。对于一部已经完成拍摄的大制作电视剧来说，重新制作并不是简单替换演员。如果全部重拍，不仅意味着巨额成本增加，也可能需要几年时间。因此，制作方选择了一条更加复杂的道路，通过技术处理结合重新拍摄，尽可能保留原有素材。彭冠英接替男主李书白，这对于演员本人来说也是一次巨大挑战。因为这个角色此前已经存在大量拍摄素材，新演员不仅需要重新演绎角色，还必须考虑与旧素材之间的衔接。简单来说，他面对的不只是表演问题，而是一场精准匹配的挑战。普通拍戏时，演员可以根据现场环境、对手演员的情绪进行调整，但补拍过程中，很多时候面对的是绿幕、标记点以及空气中的想象。角色的动作幅度、眼神方向、停顿时间都需要尽可能符合原来的镜头逻辑。因此，这种拍摄方式对于演员的专业能力要求非常高。观众看到的是最终几分钟的画面，但演员背后付出的时间和压力往往是无法直接呈现出来的。除了男主调整之外，杨紫也重新参与了部分补拍工作。对于已经拥有较高行业地位的演员来说，回到一部多年以前拍摄的作品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因为演员的发展轨迹会不断变化。2019年的杨紫与多年后的杨紫，无论是演技经验、市场影响力还是作品定位，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。如今的她已经凭借多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成为观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。因此，簪中录的重新调整，对于她来说更像是一种责任。据业内传闻，剧集为了适应新的市场需求，对部分剧情进行了重新整理，包括节奏调整、内容压缩以及部分情节修改。
这意味着演员不仅需要重新进入角色状态，还要重新适应已经变化的故事结构。对于一部积压多年的作品来说，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拍摄，而是如何让它重新符合今天观众的观看习惯。很多人讨论簪中路时，会关注 AI 技术处理的问题。如今影视行业已经开始探索更多数字技术应用，例如画面修复、特效优化、后期调整等。这些技术确实能够解决部分视觉问题，但是一部电视剧真正吸引观众的，并不仅仅是画面。剧情节奏、人物塑造、叙事方式以及观众当下的审美习惯同样非常重要。2019年的古装探案剧市场与2026年的市场已经完全不同。这些年，观众看过越来越多制作精良、节奏紧凑的新类型古装剧，对于故事要求也越来越高。过去一些常见的剧情模式，如身份秘密、感情纠葛、案件推进等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熟悉感甚至疲劳感。所以，簪中路面对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而是时代变化的问题。一部作品等待太久，就像错过了最适合它的上映时间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资本考虑的不只是已经投入多少钱，更重要的是未来收益和风险。一部投资巨大的作品，如果播出后反响一般，损失的不只是资金，还有演员、平台以及品牌价值。尤其对于杨紫这样的演员来说，作品质量直接影响未来商业合作和观众期待。因此，是否播出簪中路，并不是简单的舍不得成本问题，而是一场关于长期价值的判断。影视行业正在从过去单纯追求大 IP、大明星、大投资，逐渐转向更加理性的市场评估。观众也越来越重视作品本身，而不是单纯因为演员阵容选择观看。簪中路的经历其实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个提醒：好的演员、好的 IP、巨大的投资，并不能100%保证成功。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，还是故事质量、制作完成度，以及它是否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遇见观众。簪中路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场关于时间、市场和影视工业的复杂实验。它证明了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但无法完全改变时代。演员可以努力补拍，团队可以不断调整，后期可以反复优化，但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在最合适的时候与观众相遇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已经通过更多优秀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不需要依靠一部积压剧证明自己。而对于簪中路来说，无论最终是否能够与观众见面，它都已经成为近年来影视行业发展变化中的一个特殊案例。你觉得簪中路如果最终播出，还有机会凭借杨紫、彭冠英的表现获得观众认可吗？还是说，一部等待太久的作品很难重新回到巅峰状态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影视深度分析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